各位，在中国的网絡上，这些丧彪反贼大侄子们动不动就在网絡上说，你看看这些高科技企业全跑了吧，苹果跑到印度去了，什么那个做衣服的跑到东南亚，跑到越南去了。可是他不会告訴你的是，这些跑到印度的苹果的这些工厂怎么样了呢？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呀。印度的蘋果工廠全停工了。因為說怎麼了啊？很小的一件事兒，是因為中國的團隊回家過年了，印度就整個的就散攤子了，幹不成了。怎麼回事呢？根據4月29號日經亞洲的報道，蘋果希望實現生產的多元化，但是其供應鏈依舊高度依賴中國。雖然該公司對印度寄予厚望，但是沒有中國團隊的幫助，印度生產難以獨立運作。兩位知情人士向日經亞洲透露，今年2月份中國春節假期期間，當中國團隊休假時，印度的供應鏈和工廠無法獨立運作，也無法按預期響應要求。據悉，今年2月份中國春節假期期間派駐印度的 iPhone 工廠的中國工程師與管理團隊休假返鄉，此舉直接導致了印度當地的工廠及供應鏈陷入了無法獨立運轉的困境。期間，印度工廠的響應效率與生產節奏大幅下滑，完全達不到印度的預期標準，生產線近乎全面停擺。進一步暴露了印度製造在獨立性上的短板。事實上，蘋果此前已經做出了諸多嘗試，試圖提升印度製造的獨立性，包括在印度同步開展新品導入等核心環節，希望逐步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推進供應鏈多元化的布局。但此次的停擺事件充分證明，脫離中國團隊的支持，印度目前仍難以穩定的承接 iPhone 的規模化生產任務。相關數據說，2025年印度產的 iPhone 已經佔了全球 22% 的份額了。但是這 22% 的份額是中國團隊在印度才能生產出來的。還有一件事啊，朋友們，就是印度的這些工人們，看看這就是印度人幹活的方式，後面的活幹出2個人的量，我就想問問，後面那2位兄弟是老闆請來的監工的。我可聽說的這哈三幹活的密銀工可是出了名的，這文明不如見面，這一看真是這麼回事啊！一個鏟土的，一個端盆的，一個推車的，這個盆啊完全可以不用，為啥不直接裝車上呢？你懂啥呀？他們這樣按盆算錢。眼前這一幕驚呆着了，這是人力蜈蚣嘛？你看都趕上機械隊了，流水線生產啊，該說不說，想偷懶都費勁，這效率咱先不說，最起碼人人都有活幹。我想問問工價多少？這個印度式的磨洋工，如果沒有中國團隊看着，印度人自己看着，那印度人就倆人就一群人是吧，對着搖頭唄。活反正是沒人幹了，對吧？印度掙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蘋果以為把工廠搬到了印度就能夠省錢了，可是呢，罰了他380億美元。蘋果這會兒這個哭都找不着門了。印度把蘋果連哄帶騙的請過去，為何又要急着關門打狗呢？張嘴就是380億美元的天價罰單。就在4月21日，路透社爆出猛料，印度競爭委員會徹底坐不住了，因為蘋果態度強硬，拒不提交關鍵的財務數據，印度監管機構直接加快處罰進程，把最終聽證會定在了下個月。目前懸在蘋果頭上的是按照其全球總營業額 10% 計算的高達380億美元的巨額罰單。今天咱們就來掰一掰，印度此時大開口要380億美元，真的只是圖錢嗎？
關門打狗的背後，是不是想讓本土財閥直接生吞蘋果的產業鏈？如果連蘋果都低頭認栽，未來全球企業出海的規矩是不是全要被印度改寫？像蘋果這麼精明的跨國巨頭是怎麼一步步走進連環局裡的？庫克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普通的三瓜俩棗根本打動不了他。印度方面心裡也跟明鏡似的，所以他們一開始拋出来的橄欖枝那含金量可是相当足。前幾年印度出台了一個叫生產掛鈎激勵計劃的政策，就是拿錢砸，總額超過60億美元的補貼池子。當時人家可是拍着胸脯承諾，只要你蘋果帶着富士康、和硕這些代工厂兄弟来建厂，產能和出口量一達標，我就真金白銀的給你返現60億美元啊！這放誰眼裡都不是個小數目。而且印度還不停地展示自己14億人口的消費潛力，這大餅畫的又大又圓。不僅如此，當時他們甚至還給跨國企業亮了不少稅收上的優惠綠燈。如果你是庫克，一邊是眼前的100億補貼，一邊是未來的增量紅利，你心不心動？蘋果確實心動了，而且落地極快。咱們來看個核心數據，就短短幾年，蘋果在印度的 iPhone 產量占比從原來微不足道的不到 1%， 像坐火箭一樣飆升到了將近 14%。這 14%相當於一年在當地搞出了大約140億美元的產值。蘋果甚至還打算在未来2-3年內把全球1/4的產能都挪過去。為了接住這麼大的產能，蘋果帶着上下游的兄弟們在當地咔咔一頓重資產投入，建起了幾百亩的現代化廠房，直接給当地創造了超過10萬個直接就業崗位。大家聽到這兒是不是覺得挺好？妥妥的雙贏啊！人家賺了就業和產業鏈，蘋果賺了補貼和勞動力紅利。但是在真實的商業博弈裡，大企業最怕的往往不是一時的盈虧，最怕的是什麼？是失去流动性。說直白點，就是重資產被徹底套牢，拔不出腿了。這招招商引資絕就絕在，他用前期的甜头，把蘋果原本靈活的輕資產運作，硬生生的变成了重資產。幾十億美元砸進土地裡，變成了带不走的鋼筋水泥。10幾萬工人的招募、培訓、薪酬體系一旦運轉起來，再加上那些必須簽訂的本地化採購協議，當你把幾萬平米的廠房精裝修了，幾千萬一台的大件設備全裝好了，你還能隨便拍拍屁股走人嗎？不可能的。從代工厂打下第一根樁的那一刻起，這盤棋的定價權和主动权就已經悄悄易主了。庫克本以為自己是拿着鈔票來投資的大金主做上賓，但在人家眼裡，你这根只要一扎下來，你就是砧板上一塊跑不掉的肥肉，成了隨時能被薅羊毛的飯票。這就叫請君入瓮。既然廠房全蓋好了，流水線跑通了，10幾萬工人的飯碗也端起來了，沉沒成本高到蘋果根本沒法轉身就走，那接下來會發生啥？沒錯，人家覺得這果子熟了，該到搖樹摘果的時候了。這就回答了咱們開場的第一個問題，突然變臉甩出這筆天價罰單到底是怎麼回事？咱們再回顧一下4月21日外媒爆出的這條消息，印度競爭委員會以蘋果不交底牌為由，直接把最終听證會定在了下個月，要按下處罰的加速鍵。這個動作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兩邊為啥在這兒死磕？核心的分歧就在這罰款的計算方式上。大家注意聽啊，這裡面的操作可以說是相當超常規了。前2年，也就是2024年的時候，印度那邊對他們的競爭法做了一個大修。以前咱們常識裡，不管在哪個國家做生意，反垄斷罰款基本上是你在這塊地界違規賺了多少，我就按比例罰多少。但人家這次改了玩法，直接賦予了監管機構一個超級加倍的權利。這個罰款基數可以按照你這家企業全球總營業額的 10% 來算。咱們拿計算器按一下，蘋果一年的全球總營收大概逼近3800億美元。好，人家小算盤一撥，3800億乘以 10%， 得嘞，恰好38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差不多2700個億。大家品品，這算法誰受得了？這等於直接打破了現代商業的常識嘛。蘋果的法務部也不是吃素的，所以死活卡着，就是不交核心數据。那麼問題來了，印度此時獅子大開口要380億美元，真的只是為了充實國庫嗎？我個人的看法是，絕對不僅僅是圖錢。印度當地的監管層心裡門清，讓蘋果一把掏出2700億的真金白銀，那不現實。真要是把這大戶逼急了，全面撤資，當地那10幾萬產業工人的飯碗瞬間就得砸。他们一直高喊的印度制造大夢也得跟着涼涼。既然知道大概率拿不到滿額，為啥還要喊出天價？咱們老百姓做買賣都知道一個詞兒，叫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如果你想掙10塊錢的利潤，起步價就得報100塊。這380億美元，與其說是一張正兒八經的罰單，不如說是印度擺在談判桌上的一個超級籌碼。真實的目的是極限施壓，
逼着蘋果在核心利益上做出實質性的讓步。那麼這一波極限施壓的背後，是不是想讓本土的大型財團直接把蘋果辛苦建立的產業鏈給摘了桃子？大家要明白一個常識，在印度做買賣，真正能呼風喚雨的不僅僅是政策制定者，更是那些富可敵國、樹大根深的本土大財閥，比如塔塔集團、信實集团。這些巨無霸企業在當地商業圈的滲透力那是相當驚人的。咱们把时间線稍微往前推一點，看看這些印度大財閥最近都在忙些什麼，就能把這整件事的邏輯閉環給串起來了。2023年發生了一件震動科技圈的事兒，印度第一大財閥塔塔集團跑去收購了蘋果在印度的核心代工廠台灣緯創的廠區。塔塔集團只花了區1.25億美元，就把這個現成的運轉良好的代工廠給拿下了。要知道緯創在那邊可是苦心經營了10幾年啊，1.25億美元，朋友們，在組裝 iPhone 這種高端制造領域，一個成熟的廠房、幾萬熟練工人、全套的產線，1.25億美元簡直就是跳樓大甩賣的白菜價。緯創為什麼肯這麼低價拋售？因為在那之前，他們在當地經歷了各種勞資糾紛、高頻的合規審查，甚至是廠區外的非商業摩擦，實在受不了這種折騰了，只能斷臂求生。塔塔吃下緯創就滿足了嗎？並沒有。最新的新聞又爆出来了，塔塔集团正在持續運作，他們下一個目標是誰？是蘋果的另一家核心代工廠和碩。業內都在傳，塔塔這次試圖直接拿下合資公司 65% 的絕對控股權，讓和碩只保留 35% 去提供技術支持，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徹底掌控產業鏈的核心話語權。看到這裡，大家仔細品品，有沒有覺得這種套路似曾相識？我給大家舉個跨界的例子，就是中國車企上汽名爵在印度的遭遇。一開始上汽在當地賣車賣得挺好，突然有一天印度的相關部門就衝進去查賬，各種突擊審查，極限拉扯，最後怎麼着？上汽被迫把絕大多數的股權以極其被動的價格出讓給了印度本土的鋼鐵巨頭 JSW 集團，連帶着把辛辛苦苦積累的銷售網絡和技術授權也拱手相讓。這套路簡直像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咱們再把視角拉高一點，看看這件事對全球商業版圖的影響。這就回答了咱們開場的第3個疑問：如果連蘋果這種背靠美國的巨頭都低頭認栽了，未來咱們這些企業出海做買賣的規矩是不是全得被人家重新定義？可能有朋友會說，這幾年給蘋果開罰單的地方多了去了，歐盟之前不也重罰過蘋果嗎？憑啥只說印度不地道？咱們來講講背後的法理。今年初，歐盟確實在數字市場法案落地後，對蘋果開出過18億歐元的反壟斷大罰單。但是，大家注意這個但是，歐盟的罰款基數是基於蘋果在歐洲本地市場賺的錢來算的。人家好歹遵守了國際商業裡最基本的屬地原則，我在你這兒的市場違規了，你罰我在你這兒賺的利潤，雖然肉疼，但在規矩上講得通。可是這次呢，人家不管你在當地賣了多少部手機，非要按你全球總營業額的 10% 來算罰款基數，這在商業上叫做長臂管轄，手伸得太長了，直接越界了。我特意去翻了翻印度官方前2年自己公布的數據，近年來有超過2000多家跨國公司選擇了注銷或者撤離當地市場，這大概佔到了外企總數的1/6。為什麼跑？因為這營商環境的薛定諤屬性，大家實在玩不轉了。面對這380億美元的天價懸件，蘋果目前的態度可以用4個字來形容：硬剛到底，死活不交審計財務數據。因為蘋果高層心裡太清楚了，這個口子絕對不能開。如果在當地交了這份數據，認了這筆按全球營收算的罰款，這就等於是自己給自己在全球挖了一個巨坑。人家能按你全球收入罰，憑什麼我不行？所以蘋果寧可事情鬧到法庭上天天扯皮，也絕對不能在核心規矩上妥協。而且我個人認為，蘋果手裡其實是捏着大招的。什麼大招？供應鏈備胎計劃。大家如果留意一下最近半年的動向，會發現蘋果的高管在東南亞，特別是越南和印尼跑得極其勤快，庫克甚至親自出馬兜售投資計劃。而且蘋果這2年其實在中國市場也在悄悄回流部分訂單，比如讓咱們的比亞迪去接手部分 iPad 的組裝。蘋果在用實際行動明牌，我確實在你們這兒投了上百億美元的沉沒成本，我是捨不得走。但是如果你真敢下手，真開出天價罰單，逼得我毫無利潤空間，那我也能壯士斷腕。大不了我把接下來的新產能全給東南亞，全回流中國。現在当地最缺的就是高端制造的標杆，要是把蘋果這塊金字招牌給嚇跑了，他們的世界工廠夢恐怕就要大幅度倒退了。更別忘了，蘋果背後站着的是誰？是美國強大的政經資源。
特朗普天天喊着要保護本土企業，真要強行開出這380億美元的罰單，絕對會瞬間上升為美印兩國的嚴重經貿摩擦。美國老大哥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科技一哥在外面被當成提款機嗎？所以咱們來做個最終推演，這事兒最後會變成魚死網破嗎？我個人的判斷是不會。在成熟的商業和地緣博弈裡，最高級的玩法永遠不是把对方往死裡整，而是大家坐下來切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新蛋糕。莫迪不敢真把蘋果逼走，蘋果也不想放棄這近 9% 且還在猛漲的市場份額和廉價的代工體系，最終大概率會是一場體面的和解。比如蘋果可能會同意在當地花重金多建幾個高端研發中心，或者答應向塔塔集團讓渡更多核心代工訂單和利潤，又或者乾脆同意降低本土軟件開發者的應用商店抽成比例。總之就是花一筆高昂的戰略和解金來換取對方把那張380億美元的罰單給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這就是最真實的商業世界。表面上看是法律條文的碰撞，是幾百億美元的反垄斷拉扯，但扒開這層外衣，裡面全是理性的利益交換，是本土巨頭與跨國猛龍之間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較量。說實在的啊，這些洋大人們啊，在中國呀，可以說是作威作福慣了。這幾十年來，外資在中國那是活的是风生水起啊，多麼舒服呀，對吧？中國啊，对外資企業奉若上賓，也沒有什麼吃拿卡要，政府是一路綠燈，把這些洋大人呢，都慣得成了溫室裡的花朵了。他以為離了中國到世界各地去投資，還以為在中國似的呢，能做人上人吶。說實在，這也得批評啊！當時呢，中國給了外資企業好多超國民的待遇，对吧？這些人都被中國人把這個脾氣都給慣起來了，結果一到中國之外，這才感受到了生活的毒打，這不是活該嗎？身在福中不知福嗎？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